俄罗斯已经抛弃委内瑞拉，美国生擒马杜罗，震惊世界。火力军也知道 CIA 和三角洲特种部队很强，但是没想到能强到这个地步。马杜罗前一天还在委内瑞拉演讲，第二天就被逮到硫磺岛号。不过在这件事中，火力军很好奇一件事：俄罗斯去哪儿了？之前俄罗斯还宣称委内瑞拉是我的好兄弟，要在委内瑞拉部署导弹。结果现在事情都结束了，普京也没发话。这是不是意味着俄罗斯已经抛弃委内瑞拉？普京为什么这样做？目的是什么？2026年1月3日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，本该是歌舞升平的总统府，突然被刺眼的照明弹和直升机的轰鸣声撕碎。美国特种部队发动了代号为“绝对决心”的行动。这位平时在电视上对着特朗普叫嚣“有本事来抓我的马杜罗”，被美国三角洲部队生擒，直接扔上了硫磺岛号2栖攻击舰。在这场震惊全球的抓捕中，俄罗斯的表现可以用4个字形容：集体静音。那么在2025到2026年这短短1年里，俄罗斯是如何从委内瑞拉的亲密战友变成冷眼旁观的职业中间商，最后把队友卖个好价钱的？讲道理，马杜罗跟普京的关系以前在国际上那是出了名的铁。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，委内瑞拉把自家的国防体系全盘俄化。截至2025年，两家签了350多项协议，从卫星航天到核能利用，甚至连情报系统都是俄罗斯手把手教的。2025年5月，马杜罗还跑去莫斯科参加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。2025年10月27日，普京还批准了与委内瑞拉的战略伙伴关系条约，正式确立了军事、经济和能源领域的合作。表面上看，俄罗斯是要在委内瑞拉扎根，从而影响美国，尤其是能源领域。俄罗斯海外石油公司直接掌控了委内瑞拉12%的产量，合同一延期就是到2041年。双方的军事合作也是重中之重。在此之前，马杜罗之所以底气那么足，主要原因就是他那一身俄罗斯名牌。远程有 S300VM， 号称能打200公里外的隐身机；中程有 BOK M21 拦截巡航导弹的能手；低空还有5000枚真 S 便携式导弹。加勒比海局势刚紧张的时候，马杜罗甚至还向普京求援，想要最先进的苏30战机升级包以及帧数导弹。结果呢，2026年1月3日那天，俄罗斯那些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防空系统直接被干成废铁。那些所谓的俄罗斯专家表现得比路人还路人，不仅没指挥反击，连个警报都没帮网友拉响。其实早在2025年下半年，局势就已经不对劲了。当时美国海军在加勒比海搞封锁，马杜罗给克里姆林宫写信，给点导弹，给点雷达，实在不行给点钱也行。俄罗斯当时的反应很有意思，派了几架伊尔76运输机，拉了一些防空系统和反坦克导弹，还派了一帮瓦格纳承包商过去。当时国际舆论炸了，说俄罗斯要搞第2次古巴导弹危机。俄罗斯杜马的高官甚至在电视上表示，要把帧数导弹部署到委内瑞拉，射程直接覆盖华盛顿和特朗普的海湖庄园。事实证明，这只是说说而已。要把70吨重的导弹发射车运到大西洋对岸，得动用安124重型运输机，还得经过多次补给。在美军全天候监控下，这根本不可能瞒得住。至于第2次古巴导弹危机，那就更不可能了。1962年的阿纳德尔行动，莫斯科秘密向古巴部署了40多座弹道导弹发射器，以及4万名士兵，涉及85艘舰船和数月准备。现在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已经超出俄罗斯的政治和后勤能力，一直到最后，普京把帧数部署在了白俄罗斯，委内瑞拉这边只得到了几句不咸不淡的口头承诺。在普京眼里，委内瑞拉只是个用来吸引美国注意力的诱饵，或者是诱导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让步的筹码，不值得俄罗斯亲自下场去硬刚。有意思的是，在2025年12月，也就是马杜罗被抓前的半个月，一则劲爆消息传了出来。美联社爆料，俄罗斯驻委使馆家属正在分批撤离。俄罗斯外交部当时的辟谣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。他们说，大家别误会，我们没辙。使馆门口之所以停那么多车，没人出入，是因为我们在门口浇筑混凝土施工。这时候施工，你是想修防空洞，还是想把自己埋了？就火力军来说，那根本不是在浇水泥，那是俄罗斯在提前清理资产，安排后路。这件事具体是真是假，火力军暂时无法确定。不过综合俄罗斯之前的表现来看，很有可能是真的。当俄罗斯外交官的家属们登机飞回莫斯科时，基本上就在明说，普京已经抛弃委内瑞拉。只是俄罗斯在委内瑞拉投了这么多钱，为什么说放手就放手？俄罗斯抛弃委内瑞拉的原因很简单，双方的关系没那么铁。之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表示，与白俄罗斯不同，委内瑞拉没有与俄罗斯组成共同防御联盟。言外之意就是，委内瑞拉即使挨打也跟我没关系。当然，这个原因是最直接的，最主要的还是大环境不行。再怎么说，委内瑞拉也是俄罗斯的盟友，
有事了，当大哥的不能没有一点表态。所以在前期的时候，俄罗斯还会声援，向委内瑞拉运送防空系统。只可惜没过几个月，俄罗斯就把这位好兄弟给卖了，这让火力军想到了一句话：这可是我的手足兄弟，挚爱亲朋，得加钱。只能说美国开的价格太高了。特朗普的风格大家都知道，凡事皆可交易。而现在正是乌俄谈判的关键时刻，火力军估计美俄这时达成了交易，俄罗斯抛弃了自己的手足兄弟，换取美国在乌俄问题上的让步。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特朗普的态度会一直变。双方没谈好，现在事情已经确定了，乌俄和谈也走向正轨。顺带一提，委内瑞拉欠了俄罗斯一屁股债，武器尾款根本付不起。对于普京来说，委内瑞拉就像个一直在亏损的子公司，再投钱就是打水漂，不如卖个好价钱。所以在美军行动之后，莫斯科只是发了一份软绵绵的谴责声明，称这是绑架。拜托，人家都把你盟友抓去审判了，你就发个传单？委内瑞拉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：盟友靠不住，如果自身实力不行，随时都会变成大国博弈时的弃子。委内瑞拉太迷信那些俄制装备，也太迷信普京的革命友谊。他忘了，当俄罗斯的核心利益面临抉择时，委内瑞拉这种外围资产就是第一个被端上谈判桌的。如果委内瑞拉的故事拍成电影，片名我都想好了，就叫《俄罗斯：我的混凝土使馆与消失的盟友》。就结果来看，美军绝对决心的行动，不仅代表委内瑞拉的防空网崩溃，更是俄罗斯拉美战略的一次体面破产。火力军建议那些指望靠买几件俄制武器就能高枕无忧的人，反思一下，在关键时刻，俄罗斯是顺手推你一把，还是把你卖了数钱？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拉美局势会如何发展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